最近黄子佼持有未成年性影像的事件呢，在台湾讨论的沸沸扬扬哦，尤其是他的影片来源创意私房，更是被形容是台版 N 号房。但你知道吗？创意私房的犯罪规模可能比韩国 N 号房还要严重。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创意私房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去年6月，黄子佼卷入了 Me Too 风波，在媒体上面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今年的4月3号，台北地检署侦办之后，认为没有足够的客观事证，再加上告诉人呢已经和黄子佼和解并撤回告诉，所以检察官决定不起诉。不过有媒体报道，检方在调查的同时，也查获了黄子佼拥有7部儿少性影像。报道中指出呢，黄子佼承认这些影片都是来自于一个叫创意私房论坛的网站，再次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创意私房又被称作是台版 N 号房，是台湾90%的非法性影像源头。2022年初呢，曾经被警方查获，估计受害者高达了3-4千人。我们去年呢，也曾经访问到《镜周刊》的记者蒋怡婷，了解他是如何跟受害者建立信任，进而揭发创意私房这个邪恶的产业链。但直到现在对，就是我念稿这个当下，这个网站都还在营运当中，总会员数有5000多人。所以我们今天的焦点呢，不会只集中在黄子佼身上，而是希望放大视角，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看看，这个台湾最大的非法性影像论坛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为什么网站到现在还在营运？未来有办法杜绝吗？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今天这集聊的 Heptabase 是我自己私心非常喜欢的一个学习软体，因为现在的资讯都被散落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那通常我们想把这些资讯统整起来就用 Word 之类的文件笔记下来。那这种一行一行的文件结构，其实比较适合用来表达事情，对于理解事情的效果相对的就比较差。那因为人呢，通常是用树状图的方式在学习的，你学了一个概念会连接到很多其他的概念，要看懂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才会真正的理解一件事情。而这就是我觉得 Heptabase 很棒的地方。Heptabase 的原理呢，是用白板再加上卡片，让你可以把概念之间的关系画出来。那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可是效果却意外的好。像我平常用来做脑力激荡快速的消化资讯、整理资料等等，都觉得效率高很多。那如果你是常常要接触新资讯的人，很推荐点击我们的资讯栏连结，开启免费试用哦。创意私房的全名呢是创意私房论坛（小圈子），创办人叫做老马。有人猜测呢他是中国人或者是香港人，但他实际的国籍姓名跟年龄目前都还没有可靠的资讯可以证实。早在2012年呢，老马就已经开始经营创意私房。近年来因为影片呢常常被外流到 Telegram 以及脸书的霸社，才越来越多知名度。而创意私房专门贩卖偷拍或是同意拍摄但不同意流出的性私密影像。老马为了要避免警方查缉把网站架在美国的伺服器上。而这个论坛呢，不只会把被害人当成是商品来买卖，还会称呼他们是菜，包含了每日新菜老马私房菜、本家私房菜、重口私房菜等等主题，甚至呢还有点单下菜的服务，可以指定影片的主角。而且他们主打真实非演出，所以如果影片附上被害人的真实姓名工作地点、生活照或是 FB、IG 账号等等的个人资料，就可以用较高的价格贩售。一支影片呢，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此外，创意私房分工非常明确包含了原创者管理者、购买者3种角色。原创者呢，就是制作影片的人，他们会把影片提供给老马审核，确认是原创影片之后，才能够在创意私房上架贩卖。而获得的钱呢，再由原创者跟管理者一人一半。而管理者除了老马之外呢，还有一些干部负责金流跟后制影片。那为了论坛上面有源源不绝的作品，老马呢不只会提供设备金源给原创者，甚至呢还会把目前的受害女性资料整理成一个名单，提供给原创者，让他们可以再次的针对这些女性下手。而想要购买影片的人呢，就称为是购买者，他们必须要遵守一个严格的制度。首先要透过网站限定的方式缴交1800元的人民币，差不多是台币8000元之后才能够开通论坛的会员。入会之后呢，就是2级会员，可以利用账户里面的入会费购买网站内的初阶影片，不够可以再储值。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影片，可以透过3种方式升级会员。第一种呢是花钱，只要消费满8000人民币，约台币35000呢，就可以升级成3级会员。满35000的人民币，大概是台币156,000元，就可以进阶到4级。
那第二种呢是实名认证制度拍摄证件照给老马验证身份之后，只要花掉1800元人民币的入会费，就能够晋级3级会员，消费满28000元，大概是台币125000呢，就可以进到4级。那如果你没有那么多钱有知情人士透露第3种方式，就是提供原创影片出售，数量越多越能够快速的达到最高等级。目前创意私房呢有超过5000名的会员，会员不能够公布联络方式，也不能够共享影片。如果想要买卖影片只能够透过老马购买。那为了避免影片外流减损价值，或是给原创者带来麻烦，创意私房呢还会在部分的影片打上购买会员的 ID 浮水印。那有些敏感的影片像是迷药性侵或者是未成年性交，甚至是性虐待影片，只限定给4级会员，或是消费到一定额度的实名会员购买。透过层层的制度把关，老马不只可以快速的追查外流影片的会员，还会在论坛上面公开外流会员的个资，杀鸡儆猴。另外呢，根据法院的判决书实名会员呢只有80个名额，3个月没有消费就会被剔除，由其他的会员递补。所以也有人根据黄子佼持有7部未成年性影像推断，他可能是4级会员，或者是实名制会员当中的1/80。这个消息呢，点燃了很多民众对于黄子佼的疑虑跟怒火，因为这表示呢，他非常熟悉创意私房的运作，甚至是故意无视这些影片背后所带来的伤害。根据《今周刊》的调查报道，创意私房的原创者会用各种手段，包含了偷拍、性诱拐诈骗、性交易等等，来取得女性的性影像。而且不只是成年女性就连小学跟国高中的女学生呢，他们都不放过。报道当中提到一位网红因为健康的问题急需用钱，被诱拍私密影像。当时跟他洽谈的人呢，一再承诺影像不会外流，但等到他一传出影像，就立刻被封锁，1毛钱都没有拿到。接着调查发现同一个加害者呢，就出售了超过200则的女性私密影像。甚至有些购买者呢，还会假装好心的私讯这些网红，提醒他们影像被外流，但实际上呢，是以看他们这个惊慌失措的样子为乐。此外，还有一些受害者呢是公众人物，因为长得漂亮又学历高，所以呢才被原创者锁定设计偷拍。而这些受害者呢，是直到警察通知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如厕画面脸书、IG 等等的个资都被放在创意私房贩售。更可恶的是，还有原创者利用自己是警察的身份，联络性影像已经被外流的未成年少女，骗他们说可以帮忙生出影像，实际上面呢是诱导他们拍更多的私密照。2022年初，台湾的检警查获创意私房以及它的分支触感论坛。检警调查发现呢，光创意私房跟触感论坛2个网站就涉嫌上传了超过20万支影片，不法获利高达了3000万元。其中查得到身份的受害者呢，多达了287位，是韩国 N 号房已知受害人数的3.8倍。那如果以影片数量网站成立超过10年来估计，实际的受害人数呢，至少有3-4千人，犯罪的规模远远超过2018年底才出现的韩国 N 号房。而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检方分成了2波，起诉15名的犯罪嫌疑人。今年4月第一批判决出炉嫌犯当中呢，除了有刚刚提到警察，甚至还有郭少老师担任老马的账房，协助制作浮水印，从中获利台币481万元。总共呢11名的嫌犯分别被判刑6个月到17年半不等。那尽管有部分的嫌疑人被逮捕触感空间呢也因为主谋落网在网络上面消失，但这起骇人听闻的犯罪事件仍然呢还没有画下句点。因为创意私房主机是在国外再加上老马人也不在台湾，检警没有抓到他，所以只能够向法院呢申请扣押创意私房的网域名称，并且停止解析网域，让大家无法透过台湾的电信业者看到网站，也就是俗称的封网。不过几个月后，创意私房就更换网域名称复活，当时老马还高调的公告，他认为创意私房被封是好消息，说明警方已经放弃追查这起案件。但近期呢，因为黄子佼事件创意私房又再次的受到了瞩目。因此呢，有很多人批评，早在2022年创意私房就嚣张复活，政府就消极的不作为，放任创意私房继续的伤害女性。那对于质疑卫福部解释，因为停止解析网域的处分有很强约束力，需要走一些法律程序之外，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呢，需要业者不配合下架影像才能够封网，所以不是那么快就能够做到。未来将会考虑修法简化程序。但也有立委质疑根据法规呢，只要有性侵害的犯罪嫌疑，卫福部就可以移除性犯罪的有关网页，实在不应该被施行细则绑手绑脚。4月10号呢，卫福部引用行政执行法第36条，为了阻止犯罪跟危害发生，发文给台湾网络资讯中心，停止解析创意私房的网域。而这个消息呢，让很多人拍手叫好，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人认为停止解析网域根本没有用。有心人士呢，只要透过 VPN 或其他的连线设定，随时都能够再次的造访创意私房。
那听起来创业私房好像怎么样封都封不完，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处理这样子的数位性犯罪呢？黄子佼事件爆发之后呢，各界期盼修法的声量很大，很多人认为黄子佼持有7部未成年的性向，只要支付120万元，并且撰写1200字的悔过书就能够获得缓起诉，实在是判得太轻，完全无法有效的预防犯罪。对此呢，卫福部出面解释，其实去年就已经修法加重刑罚。本来持有儿少性向呢，就会罚钱，现在最高可以判处1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30万元。那如果是拍摄或者是散布儿少性向，最高呢还可以判到7年。如果各界还是有疑虑，未来会参考国际做法，持续的修法。但有人认为严刑峻法并不是重点，现在数位性犯罪会这么的猖獗呢，主要是拍摄违法影片的原创者很难抓。有人建议追查原创者呢，应该要从3大观点去改善。首先警方呢要建立专责的单位，因为侦办这类的案件需要有大量的科技侦查技巧，甚至呢是这个跨县市或者是跨国境调查。一般员警没有相关的训练，不止没有这方面的技能可能也不太会意识到数位性犯罪的严重性。有受害者曾经被警察酸说：“你不要传给别人，不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反而造成2次伤害。再来呢，也有人建议要设立全国资料库，除了可以透过资料库分析犯罪行为人之外呢，也能够帮助受害者找到加害人。侦办创意私房的员警解释他虽然知道源头的加害者有谁，有哪些性向，但不知道受害者是谁。可是呢，对于地方员警来说，他们只会知道报案的受害者是谁，不会知道背后可能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容易呢当成是个案来处理。那如果有相关的非法性影像资料库，或许就能够帮助全国警察快速的连接加害者与受害者。员警也补充，如果担心被害人的隐私，可以参考美国儿少性剥削影像资料库的做法，只记录下档案的这个杂凑值。杂凑值呢是随机的字母跟数字组成的，重复性低，类似于档案的指纹。这样呢，既能够保护隐私，也能够帮助警方查案。最后，也有专家建议，可以从创意私房采用的虚拟货币下手，追查金流，揪出幕后的罪犯。专家解释很多人都以为金流进入到了加密货币就没有办法查，但如果了解区块链的技术，就会知道区块链呢具有公开透明以及不可篡改的特性，而且呢区块链上面的交易记录每个人都可以查询。更重要的是，购买加密货币呢需要经过实名验证。目前呢已经有民间组织透过网站公开的虚拟货币钱包查出创意私房的资金流向，并且交给执法单位。未来呢，执法单位只要向交易所调阅资料，就能够确认钱包的所有人，进而找出处理金流的管理者以及收钱的原创者，将他们绳之以法。此外，也有人认为呢，除了抓住罪犯，针对性犯罪者的矫正治疗也是重要的预防手段。不过这边呢，我们先说结论。其实从2006年开始呢，台湾就立法通过性侵犯要强制治疗，但效果有限。研究显示呢，如果把2006年当作是切分点去比较，强制治疗前后的再犯率其实差异不大，都维持在12% 到13% 左右。英国甚至呢有类似的研究发现，接受过治疗的性犯罪者呢，再犯的比例反而比较高。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些原创者的心态来讨论。有警方分析，这原创者的犯罪行为呢，不单纯只是为了钱，他们还沉迷在这个小圈圈当中，被尊称为大大甚至是神的荣耀感当中。镜周刊的报道也提到，部分的原创者呢，明明是恶意诈骗，却会虚构出一套调教开发女性的说辞，来维持他们无所不能的地位。台湾的精神科医师观察呢，有很多的性犯罪者都曾经在人际关系上面有过挫折，而这些不好的经验驱使他们发展出一种透过否定别人来维护自己自尊的行为，甚至呢，对于比较弱势的人会缺乏同理心，把他们当成物品。另外，目前台湾的法规规定性侵犯呢要强制治疗，可能又让这些人觉得自己被监控、不被信任，长期下来呢，不仅帮助有限，反而可能增加他们的敌意还有愤怒。所以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呢，针对性犯罪者似乎还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矫治方式，未来呢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跟努力才能够找到答案。那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特别的感谢自己系列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这就是这种200%会被黄标的主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黄子佼事件刚爆发时呢，我们感到非常的不安，因为我们看到有些讨论认为黄子佼只是持有 A 片，不必大惊小怪。但事实上的创意私房的影片大多都是非法取得，甚至是透过诱拐诈骗的方式来牟利。他们让很多女性每天都活在担心害怕的阴影当中，就连上厕所都要提心吊胆。所以我们希望呢，透过分析这个产业，让大家可以看到创意私房所带来的危害。
而且不只是原创者哦，就连呢购买者都是助长这个非法产业的帮凶。不过我们在思考这个议题的时候呢，发现我刚刚提到的大部分讨论都集中在事后处置，比较少看到从源头避免放箭的角度。所以我们也很好奇，会去制作这种不法影片的原创者到底在想些什么？又是什么样子的人会去购买这些泯灭人性的影片呢？他们需求到底是怎么来的？希望透过这些角度的讨论，有机会减少这类型的数位性犯罪。目前创意私房的网域虽然已经停止解析，但依照过去的经验，它很可能会随时再复活。所以我们也想呼吁大家，如果有人分享非法影像或邀请你加入这类的不法论坛，千万不要姑息，也不要流传，应该要勇敢的站出来抵制。好的，那我们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如果你发现身边的好友是创意私房的会员，你会怎么做？大义灭亲直接检举，我完全不能够接受，必须传今天这支影片给他，让他知道严重性。自己什么都不会做，但自己不会加入。低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创意私房。此外呢，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恋童癖以及记者蒋怡婷的访谈。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